从舰炮对决转向比拼机动战士，逐渐成为历史名词的舰队决战。机动战士高达设定和剧情解说第5集进入大气层。萨拉米斯级宇宙巡洋舰是地球联邦军装备的一款主力型宇宙作战舰艇，该型舰艇与麦哲伦级同属于70年代军备增强计划的产物，所以萨拉米斯级在舰艇结构设计上采用了跟麦哲伦级一样的设计。这其中比较显眼的地方就在舰艇两侧也设置了副舰桥，以便适应宇宙多维的战场环境，包括舰上各种武装的布局也是如此。然后按照联邦军军备增强计划的设想，萨拉米斯级与麦哲伦级形成高低搭配，来作为联邦军的主力去承担主要作战任务。相比于麦哲伦级有所不同的是，萨拉米斯级平常更多时候会拿来作为勤务舰使用，去执行一些巡逻之类的非作战任务。也正是因为如此，萨拉米斯级在联邦军中的服役数量远远超出了麦哲伦级，是联邦宇宙军中当之无愧的主力舰。不过作为巡洋舰的萨拉米斯级，武装配置上自然要比属于战列舰类型的麦哲伦级弱上不少，但是作为联邦军的中坚力量，萨拉米斯级依然是火力十分强大的作战舰艇，其中在舰上共布置了6座单管麦格粒子炮作为主炮。相比于麦哲伦级的双管麦格粒子炮，萨拉米斯级的火力输出尽管相差了一半，但在多座麦格粒子炮进行齐射的情况下，仍能够给予敌方大型舰艇重大打击。当舰上主炮在转动瞄准敌方时，同样能像麦哲伦级那样给予对手巨大威慑。然后就是萨拉米斯级上也安装了导弹发射装置，所携带的导弹数量则要比麦哲伦级的要多。除了在舰首位置的16个导弹发射口之外，在舰体两侧前端主炮后方位置还各设置了一座6连装导弹发射装置，两个位置的差别主要在于导弹的口径，其中在舰首导弹发射口使用的导弹口径要更大，一般这个位置装备的是反舰和反要塞类型的导弹，据称还能携带核导弹用于对敌进行核打击。到了后来，联邦军开始在战斗中也投入了机动战士，于是萨拉米斯级也作为搭载平台携带机动战士作战，为此专门设置了格纳库用来容纳机动战士。如果要增加更多搭载的 MS 数量时，萨拉米斯级也会像麦哲伦级那样直接临时利用甲板位置的空间来搭载机动战士。而在防御方面的武装，在舰艇周围布置了6座双管防空炮，通过极高的射速在周围形成弹幕进行防御，但这个只能在近距离的防御范围以内发挥作用。如果要增加防御范围，则需要6连装导弹发射装置增加携带防空导弹，但是受米诺夫斯基粒子的影响，使得防空导弹的打击效能并不理想，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较为有限。所幸萨拉米斯级也跟麦哲伦级一样安装有10分厚重的装甲，其战场生存能力跟麦哲伦级相比不会有太大差距。两型宇宙舰艇组成的舰队，在当时就可以预见，在火力和防护水平上将会是比肩大型要塞的存在。最后，萨拉米斯级跟麦哲伦级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在舰首底下这个位置也搭载了一架航天飞机，作用除了在弃舰时会当作救生艇之外，平常还会拿来作为往返地球和宇宙的交通工具。而这一作用在白色基地离开月神2号前往地球准备空降的时候就得到了体现。从月神2号一直伴随的萨拉米斯级就通过机械臂放下了航天飞机，以此来引导白色基地精准空降到目标区域。虽然已经抵达了地球的近地轨道位置，但是白色基地还没有到高枕无忧的地步，他们一直担忧的吉翁追兵夏亚仍紧随在身边不远处。尽管对夏亚的威名心存忌惮，但萨拉米斯级的舰长李德仍决定亲自搭乘航天飞机来为白色基地进行引导空降地球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监测到了有另外一艘船正在与夏亚的母赛级接触。正当他们以为夏亚要与补给舰进行补给会追不上他们时，实际上与夏亚对接的并不是传统的补给舰，而是一艘名为索顿的太空拖船。这一型太空拖船体型并不大，但自身背后有6组推进器，这6组推进器所产生的推力十分强大，能够拖带3架机动战士送往前线。虽然看上去使用拖船的方式给人感觉比较简单粗暴，但在特定的补给需求下，这个方式简化了补给流程，从而节省了不少时间，这也就避免对方利用补给的时间窗口来发起反击。只不过索顿只有3座防空炮为自身提供防护，因此防护能力比较薄弱，用于执行前线补给任务会存在较大风险。尽管如此，索顿还是经常被吉翁用来发挥空中加油机的作用，以此增加机动战士的作战半径，去实现长距离对敌发起突袭的目的。但是到了后来，吉翁给机动战士准备了增加航程的助推器，使得索顿逐步被吉翁淘汰不再使用。
当然，这个时候通过索顿携带机动战士作战，总归只是个临时方案，而真正适合作为机动战士的平台，便是这一型姆塞级轻型巡洋舰。该型舰艇是吉翁公国军中绝对的主力舰，最早于 UC0075 年就开始了建造。虽然距离与联邦正式开战的 UC0079 年很接近，但吉翁还是充分利用了 SIDE-3工业设施的产能，积攒出了足够挑战联邦军的数量，组成了一支舰队。在 UC0079 年战争的开始阶段，姆塞级为吉翁拿下多场战役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让吉翁成功取得了在宇宙范围内的主动权。某种程度上，这也得益于姆塞级具备了强大的战斗能力。但对比联邦军同为巡洋舰级别的萨拉米斯级，姆塞级在火力上的优势并不算突出，其主炮为3座双联装麦格利子炮，与联邦军萨拉米斯级均匀布局在周围的方式不同，姆塞级将3座主炮都集中在了一个位置，以便3座主炮火力进行集中攻击，3座主炮同时对一个目标进行齐射，足够一次将联邦军萨拉米斯级击沉。在相同数量的情况下，吉翁的姆塞级对位联邦的萨拉米斯级，即便只进行以舰炮对轰的战斗，姆塞级未必就会陷入劣势，无法战胜联邦。除了这3座主炮之外，姆塞级也装备了导弹发射管，作用跟萨拉米斯级前端位置的导弹发射管一样，其主要携带了大口径反舰和反要塞之类的导弹。在下亚调查 SIDE-7的过程中，所搭乘的姆塞级就连续发射导弹对殖民星进行了重大打击，而小口径的导弹发射装置在姆塞级上也有安装，可同时发射数发导弹对敌进行大范围打击，其所攻击的目标主要为 MS 和 MA 之类的小型单位，所发挥的作用跟萨拉米斯级的6联装导弹发射装置基本一样。到这里也就能看出，姆塞级在主炮和导弹方面的配置与萨拉米斯级没有多大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姆塞级主要作战模式跟萨拉米斯级一样，而姆塞级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这个位置设置了容纳机动战士的格纳库，能让姆塞级搭载多架机动战士进行作战。而且姆塞级并不只单纯发挥运输机动战士的作用，而是作为平台与机动战士进行协同作战，然后利用米诺夫斯基粒子对雷达等电子设备带来的影响，将两军主要交战的距离拉近到了视距以内。这时机动战士所具备的机动速度快和突防能力强的特点，就很容易在近距离的战斗中对联邦军形成优势。而且姆塞级最多可搭载6架机动战士出击作战，所以一艘完整编制的姆塞级所具备的战力是远超于联邦军萨拉米斯级的存在。此外，为了方便机动战士快速出击作战，除了机动战士依靠自身动力出击这一方式之外，舰内还搭配了弹射器，用于满足一些作战的需求，以便姆塞级在远离目标区域的情况下，能以比较隐秘的方式将机动战士发送到指定区域。其他的在格纳库左右两侧还是有补给用的接口，补给方式与水面舰艇比较类似，也是在进行补给作业的时候，两艘舰艇就会处于平行的状态进行靠近，接着补给舰的补给输送管道就会与姆塞级进行连接，将所需的各种物资从补给舰输送到姆塞级上。然后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在姆塞级舰体前沿的底下这个位置还搭载有名为小姆塞的航天飞机，所发挥的部分作用跟萨拉米斯级的航天飞机一样，在脱离姆塞级后也是作为往返地球和宇宙的交通工具。但小姆塞有所不同的地方是，内部设有空间可容纳2架机动战士，为此吉翁利用了这一点用于进行空降作战，可以很轻易地突进联邦军纵深腹地给予打击。由此可以看出，小姆塞其实就是小号的姆塞级，可作为机动战士平台在大气层内进行作战，其作战能力要远高于萨拉米斯级的航天飞机。如果有必要，像人员和物资等其他运输也可以由小姆塞承担，只要在地面上建好辅助发射升空的配套设施，就能让小姆塞常态化承担空天运输任务。同时，小姆塞内部装有大口径的机炮，能支持小姆塞在空中与敌方战机展开空战，而且自身的机动性能也比较优秀，强大的推力能支持小姆塞做出复杂机动，直接对位空 U 型战机不会逊色很多，但受自身的防护水平较低的原因，一旦被击中很有可能失去动力而直接坠毁，所以在一般情况之下，小姆塞还是需要避免与敌方发生战斗。但总的来说，小姆塞和姆塞级这一组合，相当于将地球和宇宙的作战能力都集中在了一起。
足以说明吉翁在设计之初就有确定好从宇宙向地球进军这样一个需求。另外还有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夏亚在承担调查联邦军 V 作战计划后所搭乘的姆赛级，其实是经过改进强化的法路梅鲁号姆赛级轻型巡洋舰。可以看到其舰桥的造型跟原来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整个造型看起来就像是戴了个头盔一样，包括舰桥内部的装饰也是极具特色。对比联邦军萨拉米斯级的舰桥，法路梅鲁号舰桥内部的空间看起来要更加宽敞一些。据称，这一型经过改造的姆赛级一开始是吉翁舰队指挥官多兹鲁扎比专用的舰型，后来他指派夏亚负责调查联邦军 V 作战计划后，便把法路梅鲁号交给了夏亚使用。但是夏亚在接手过后没有直接承担舰长职务，改由自己的下属德伦来担任代理舰长。很快他们就在 Side 7殖民星这个地方成功发现了联邦军发起的 V 作战计划项目，然后一路追击白色基地，就一直追到了地球近地轨道位置。尽管在近地轨道位置进行作战会存在较大风险，但夏亚还是争取了一次补给支援来发起一场战斗。所以为避免大型舰艇受引力影响坠向地球，这一场战斗无论是萨拉米斯级还是姆赛级，都在战斗之前就已经返航，两艘同为巡洋舰的舰艇还没有交战，就这样提前转向了比拼机动战士的战斗。这也是索顿能满足夏亚此次补给需求的关键原因，只要拖带的3架扎古2到位即可。只可惜整场战斗并没有按照夏亚的设想那样发展，联邦军高达的性能表现再一次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结果3架扎古2接连在与高达的战斗中损失殆尽。虽然也让高达没有来得及返回到白色木马就坠向了大气层，但是高达利用自身自带的隔热膜，成功避免了与大气层摩擦引发高温导致自身解体坠毁的危机，由此宣告了夏亚此次在近地轨道作战的目标落了空。当然夏亚也没有到一无所获的地步，他在这场战斗中还做了另一手的准备，那就是让白色基地和高达偏离了既定的空降轨道，使其逐渐落入到了吉翁所控制的区域范围之内，而这个区域正是吉翁公国领袖的小儿子卡尔马扎比所负责的范围。